西吧。好，下一位是众所皆知佩佩。对，耶好啦，我是 Clara。呀！可拉今天也是主持，然后我是小纪。耶！你们是就是都是在线聊吗？还是留言室？那时候刚下节目的时什么是留言室？啊，就是打很一段多一段候，都是这样一段一段还是对哦，因为我没有很回的很及时啊，了解，除非我就是我那时候在讲什么他上班的时候回什么啊。对对啊那佩佩是回的很及时的人吗？我不知道佩佩也没有这样算及时。我觉得佩佩不是是对你因为他而已嘛。因为他有时候会很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对，就像那你为什时候么从手机看到我在沉浸我的世界？没有，因为我那时候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没有回，然后你就 po 了一个片出来，然后才回我，所以代表那一段时间你就很沉浸式在剪片。嗯，可是可能是对你啊，就是因为友情跟爱情还是不一样吧。没关系啦好，久没有拍到你那个姿势是，才赤脚，这是什么老阿妹式聊天坐姿？没关系啦，就这样。你说我回某某讯息的那个及时程度？对但我回群组比较及时，嗯，哦哦，对为什么对对对对可以对。理解啦。因为群组上都在讲八卦，或是哦对，我那时候有在意这个，我想说，我在跟你讲话，你为什么回群组，然后没有回我？啊，因为群组就是当下大家就密集的，对大家都在线上，然后一起聊完，对然后就对对，话题过了就来不及对啊。对对然后一堆要比较是没错认真回，因但是我为群主就哈真假屁啦，真的。啊可是我们的讯息也不是特别要讲什么啊，就是那个也没有一定要回。可是因为那时候还在就是要认识阶段，所以要回的比较，就是你要谨慎。对啊，然后我要让那个话题有一个延续感啊。哦，你讲的是个重点，就不可以是你有要据点人家延续的心意，对啊这样。对啊，因为那时候还就是还都完全不了解啊，所以不知道我回什么他会可以继续啊，我要丢出个问题什么之类的，这也要想啊。那你有想过，就是因为你和佩佩正在一个留言室聊天的状态，可是因为我们的群组里面佩佩也在，你有想过他会不会看到你秒回群组，然后他觉得不太平衡吗？他应该没有想到吧？我有想到，可是我就觉得他就没办法啊，我现在就还没有想到我要回。没有，我后来可以理解啊。我后来来就是久了之后就哦，对啊，因为那个八卦比较好回。对啊，你们到底聊什么八卦？群都有八可是我不行如果他回群组但不回我的话，因为我通常找人就是只有问题才会找你，哦，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一定要马上回答的问题，就是在闲聊。就是讲说哦，我今天吃这个东西，那个那的确有不必要不用回啦马上对啊，那就还好啊。对啊，所以我那个一就觉得辈子不回好像对，就是这种的很瞎聊的，就有个贴图也就好不必到说一定要回。所以佩佩，你不会想延续性这个问题吗？就如果你回的有点据点，你也没差吗？你不会担心新认识的对象？我觉得我算会聊天的人吗？我觉得你会丢你的想法，或者你那天干嘛给我，可是你好像没有特别一定要得到一个回应。对啊，对。可是像如果我传那种的话，我就会因为我会设想对方可能不知道回我什么，所以我就不传了。哦可是我就会觉得你讲的很少。我一直跟你讲我事，然后你都不跟我讲你的事，然后我就因为觉得我也没有发现萌萌一直在回我的东西。比如说我跟你分享我今天吃什么，我做了什么，他就是回我，可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你们刚下节目的时候，你们还是想要很顺其自然用朋友般的比较自然的互动发展，还是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有想要延续话题的心意，所以代表还是有带有一丝目的性的吗？对啊，因为那时候后来的聊天都是建立在觉得有可能跟这个人交往的情况下来聊的。没错，好那你们下节目后看到那个节目的播出，有什么心情？尤其是面对观众的评论之类的。哦，这个题目好大哦。对他来说可能还好，那萌萌先说，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大家都蛮可能前4集第1个月都没有什么感觉，哦，就是只有感觉到有一个节目在播这样。然后我朋友会开始开我玩笑说网红哦这样，然后是吗？你不是打工的地方，同事都看到，学生都看到。不是你教授也知道吗？哇塞你教授也知道。最近这2-3个礼拜， ，all embarrassing。对啊，然后但那时候就是觉得好笑好玩这样，然后没有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参加一个活动，然后真的吗？被你不排是20分钟就刷一次评论？那是刚发的时候，哦，被发现了，是从红旗那个以后那一集以后，哦因为那一集我很在意，但前面我还好。
那一集很在意那个留言，然后就20分钟看一次，20分钟看一次，然后后面几集也都养成这个习惯。我一开始很那个容貌焦虑。对，就我不喜欢看，我不会看第2次，因为我就觉得好丑哦，天哪，这样。然后后来就我想说我在节目上那么丑，然后都一堆人说我可爱，那我好像也没什么好焦虑的。你确实，就是我自己觉得，你就萌萌疗愈感。那你现在还会焦虑下一届来宾长怎么样吗？哇塞！我看到说什么第2季比第1季漂亮，可能会检举一下。我也会检举。脆，直接截图发脆。检举一下。我不喜欢这部影片。挑战。你到时候会认识他们呢。对啦，你是工作人员呢。对了，我先知道啊，我现在也有点释怀了。刚刚你要讲到什么？哦，节目播出留言对啊，你会说我吗？前面会看大部分是称赞我的，中间被骂，后面我就发现大家就是不喜欢我讲什么都不喜欢，所以我后来就释怀了。喜欢我的很喜欢，不喜欢我的很不喜欢，反正就是很极端。那你还会看吗？比较少，因为我觉得就是 YouTube 留言好像就这样。那你在看到第1集很多人喜欢你的时候，应该还是开心的吧？当然啊，一定的啊。那你认同他们不喜欢你的点吗？不认同啊，他就是不喜欢啊，他就是一个氛围，我讲什么他都不喜欢。我觉得是已经带个人偏见了。对啊，那何必的时候，那就算了吧。对啊。那下节目大概多久？第2个礼拜吧。这个礼拜你们就去见面了，所以就是佩佩搭高铁、火车，然后去台中找我们见面。那大概从早到晚吗？那时候每次都3天，每次都3天2夜吧。好，所以你们我不可能吗？你住他家吗？对啊，我不可能当天来回很累哇，同一张床吗？啊。对啊，抱睡吗？想怎样？那张床多大？对，好，现在的超小，单人床，IKEA 单人床。我没有睡过那个什么，我是上去哪里？我们去青森的时候说，哇，终于睡双人床了。对啊。所以你们之前所以一定要抱睡睡才睡得下。应该说一个人躺平，另外一个一定要侧的，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2个都侧的呢？2个都侧的，为什么不能这样正对，或者是这样叠在一起也可以？叠一起，你就不用睡了，你把人家压死哦。好想继续深入挖这件事情，有穿衣服吗？太深入会变黄标，我的钱。我跟今天好，我发现你们2个的感觉超不一样。但是我不敢问什么东西，老实说，我就觉得就是还是要尊重一下他们，因为我跟他们没有好像我不用尊重，根本就比较熟。我们已经失去别人尊重。对啊，那交给应该是你喽。待宰的鱼。那有快挖算了。你要试着。他说了啊，没有啦。谁有吗？这个要会员的会员。对，会。我没有没否认。拿得到钱的才说。好，那个时候频率有多长？见面什么频率？不是见面，有时候4然后天。 11月2次，12月1次吧。所以就是某某4月都知道佩佩，嗯，佩佩的家人都知道某某。吗？你妹没有吗？知道，你妹我不知道？吧？你爸妈不会知道我，他说你家人，我家人不会知道啊。我妈知道你啊。但对你有印象。哦，我跟我妈什么都说。那你有睡过佩佩家吗？没没有。我有啊。那你们中间没有见面的时候，聊天频率有多频繁？就每天都会讲话。会视讯吗？不会视讯。会讲电话。哦，你们一开始下节目的时候会有尴尬期吗？就突然变成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对，尴尬。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可是你说你有。我有这样说吗？对啊，就是那时候你说你来找我的时候，你觉得跟我不熟，这个是尴尬吗？就类似吧，就是因为不熟，所以没有很自在之类的。但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我有说我觉得跟你不熟啊，就是我会觉得好像不是到朋友，但是又不会觉得跟你很分开，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我跟你在心灵上很靠近，但是跟这个人是有点分开的那种。是因为还没有承诺吗？还是没有啊？是因为我跟这个人还不熟啊。可是我那时候你来台中找我的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觉得跟你不熟。可是有可能是你给我的氛围跟我给你的氛围不一样吧？你给我的氛围就是一个不太讲话的人，哦，你都不太讲话，真的哦，是吗？我觉得你不太讲话，而且又冷冷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跟我互动。但可能我的个性比较活泼一点吧，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一直在。
那萌萌，你有觉得佩佩是很活泼、话很多的？没有，我反而觉得，就是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点完餐，然后就会安静很久，然后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没人讲话？但是反而这个时候我觉得还好，我们觉得不自在的地方不一样。因为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讲什么话，反而是走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不讲话，我觉得有点怪。但是我后来又觉得还好，其实两个人安安静静的都不讲话，不尴尬也很好啊。哦，对了，就是比较还蛮舒适的一段关系。对啊，我是觉得不会到时候很不自在啊。那你所以，但是一开始你有因为萌萌这样的反应，让你觉得有一点没安全感吗？不会到没安全感，哦，只是单纯觉得相处上还没那么顺，还不像一个很熟的朋友吧。那你们那个时候没有讲话的状态是会有肢体互动吗？可能牵手啊，靠在对方身上之类的。会啊，所以我就说身体跟心理上很靠近，哦，但是跟这个人没有到很靠近，就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距离，我自己感受。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觉得，就从来没有想过我跟你好像还不熟这个状态，所以那时候你跟我讲说，你那时候觉得我们还不熟的时候，我有吓到。哦，真的哦。但是我也没觉得怎样，我只是想说，竟然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那你听完有刻意的展现活泼吗？你们那时候已经去日本了吧？哦，我是在日本跟你讲的哦。对啊，应该是吧？可日本前后之类的，就是过一阵子以后你才讲。那说到日当下本的，跟我讲日本的一开始的规划是怎么样？是我现在讲那个不自在的那个问题。好，那你继续。没有，我想到那个，就是我觉得不自在是我好像没办法，就是什么都想跟你讲，什么都想要那个展现出来的那种不自在。对啊，我还发现。有啊，你有跟我讲。哦，对啊，就你有打一长串。对。我打过。对啊，就是那时候没有吧？我没有讲到，我没有提到这个吧？什么？好，那后面再讲。啊什么？没有，等下就讲到。好，你怎么知道我们访纲会不会放？我们有放访纲。对，好，你们还有你们顺序 ，OK。好啦，日本行。日本行一开始是怎么成型的？就是我一开始不是一开始跟你有聊，在节目上第一对啊，你就跟我说你想去庆生，然后我记得我还有跟你说，哦，好，我也很有兴趣，然后我以为你会约我去，结果有一天我跟佩佩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我下礼拜要跟萌萌去庆生，然后想说哈，被背叛了，还好吧？我刚去庆生会觉得被背我们叛。在被刺不是因为一开始我的计划是我考上研究所要独旅这样，然后我放榜那一天他在我旁边，就是那时候在台中，然后我就说那我要来订机票了这样，然后佩佩就提议说，那我去，没有，我有听到，我以为你是要跟朋友或家人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讲到，然后我就随口问说你要跟谁去，你说你独旅，我说独旅，那就代表我能不能去是你决定的嘛，所以就那我要去。说走就走，不愧是那企业家。一个图。那时候你听到佩佩想去，你有什么心情？最当下的话，我当下就是我其实没说好吧，有吧？就我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想很多啊，因为我就觉得立刻想很多吗？马上想很多啊，因为我当下就要给你一个反应啊，可是我总不能太伤人这样。就是很你怎么知道是伤人？看起来很犹豫这样，我不知道，很犹豫也会因为犹豫就会伤人吧？是吗？对啊，对我来说，可是对你来说，对，但我当下犹豫就是一种婉拒了。我印象中你蛮快答应的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先想说先答应，之后我想出一个结果以后再看怎么样。再找一个借口。就是我要自己消化，我不想要让你发现我的消化。我那个时候听到你说好，我还蛮惊讶的，因为这很随口啊。而且我那个时候记得，这对你来说好像有计划的旅行。然后我说要去，你马上说好。但就是我没有犹豫的好啊，我说好啊这样子。你没有都这样啦。对啊，所以我就没有啊。我说如果我没有犹豫的，对。那你最后从有点犹豫到觉得下定决心，好，我就是要跟这个人一起去，那个转折点可能到机场吧。哦，好啦，来都来了，走吧。没有，就是，但我犹豫的点，一个是我原本自己决定好的事情，别人要突然改，我会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这个改变。错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怕我们如果没有交往的话，这个旅行就变得很奇怪，就这个意义变得很奇怪。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旅行的意义。
这样的旅行。对，然后是真我好像后来就跟你说，我那时候在想说，如果没交往的话会很怪之类的。你很后面才跟我讲的。对啊，对啊，嗯但是我一直没有跟你讲，我在思考这些，就是怕你可能会觉得我不出尔反尔认真之类的。哦，出尔反尔是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前一天才跟你说，你不要来啊。而且我那个时候还跟你说我要去大阪，然后你以为我没有去。对，你就跟我说你没有想很多，就是要这个行轻生这个你没有想很多，对啊，然后我只是说你就说你只是觉得想去可以多一段时间相处，对啊，我就觉得好吧，那既然你也没想很多，那就这样。所以你也是到你跟我讲之后，然后我跟你讲我的想法之后，你才这样讲。因为一开始还是会担心。了解。那整个旅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刻觉得，早知道不要一起来，还是庆幸有一起来？还是蛮庆幸有一起的，有人帮你拍照，这个做骗子，就是神图会觉得有些行程如果只有我自己，没有人可以分享的话，好像也是蛮无聊的。就是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旅行方式。哦，对，一定是的。你以后还会想独旅吗？会啊，独旅跟另外一个人，对啊，真的是不同的旅行的感觉。对呀，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有另外一个人还蛮累的，要一直跟他想要干嘛。我妹啊，我现在想到是我妹。干嘛突然骂你妹？那你们过程中有还是跟之前一样觉得有点不熟的感觉吗？在旅行？我是完全没有，没有吗？我觉得是旅行完之后，我才觉得更自在一点。所以这个旅行是加分的。对啊，就觉得这个人，因为之前我们是1月出去的1月中8月1月1月8号1月8号，对啊，在那之前我们的相处就是蛮短暂的，2-3天，偶尔你 reaction 或者 reaction 的隔天。可是那次去青森是我们去几天？8天啊，那是久吧，7天。 7天6夜。所以就是跟这个人很完整的相处，就会觉得这个人在我的世界越来越立体。哦，好会形容哦。对啊，就会觉得变再自在一点。而且应该说，就是因为你们本来在台湾的公开场合也会怕被认出来吧，对，所以在日本就比较放松一点点。我们那时候那个第1集播出隔天就被偷拍啦。对啊，这件事我要真的是压抑很久我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这样怎么讲？就是我会觉得2个人好像就是要遮遮掩掩的感觉，就你不是刻意说要遮，就是心理上会有一点不自在，说我现在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那样。所以去日本之后就完全解脱啦，完全的大放闪。怎样？你们是一路都牵手吗？没有到一路因为很冷，是很冷。不是更该签吗？很冷。没有，因为是放口袋。你如果出来手在外面很冷，有道理。手套戴手套，对吧？那时候你提议说你也想跟着一起去这个独旅，你有没有觉得可能怕萌萌感到困扰？没有，完全。因为他当下马上答应了啊，马上答应这件事情，我不会想到他有什么困扰。如果他有犹豫，那我可能会多想，他可能有在想什么事情。因为他马上答应了，所以我就没有多想。好，你说。可是如果我当下是表现出有犹豫的话，你会有什么心情？我就会觉得你要思考一下，没有，因为我的人生中就是一个想要什么东西先丢给那个人，然后他考虑。所以我已经接受过很多人的考虑的这个时间了，我会知道这是他们要思考事啊，怎么可能我一讲等下就要答应？那可能是我那时候怕我的犹豫会被你解读成我不喜欢你之类的，就是我自己想的啦。因为就是我会设想别人可能会这样。那我觉得你想的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对呀，我做很多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想到你会怎么想。我的想法比较是我先做的这件事情，看你怎么想，然后你再告诉我。的感觉。先拉回前面回讯息的问题，有觉得谁比较懒得回讯息？我觉得我回讯息比较慢，一个点是我很久没有跟别人稳聊这样子，所以我就有点习惯，我会把我自己的生活。就原本我生活是一大块，然后回讯息对我来说，我要把它切一小区块，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是自己独处，然后上班的话，我就知道我踏进那个地方，我就开始跟别人互动这样。然后回讯息其实是有点像，在我原本规划好我要自己独处的那个时间里切一小块给他，然后这个如果一直切的话，我会觉得很累，所以我会习惯累积到一个时间以后再一次回完。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聊的方式也不是他问说你在干嘛，然后
然后我需要马上回，除非他说你在干嘛，要不要讲电话，我就会回。那佩佩有觉得某某不太回讯息这个事情有影响到你的心情或什么想法吗？但是那个时候有，但是我回想起来会觉得那个好像不是主要的问题，而是我会觉得我们两个互动很少，我就很讨厌远距离了，然后又只能透过讯息，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累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本身互动少这件事情会让我很累，这样子。所以就是萌萌比较少回讯息，是你在上节目，或者是说刚下节目的时候比较没有设想到的一件落差吗？应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不觉得回讯息这件事情会什么很困扰，对。但是因为下节目之后，觉得说，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没有到很熟的人，然后又很远，那我们能交流的东西就只有讯息了。那这件事情，然后如果他又回得很慢，那我就会觉得，那我们两个是有还是没有的那种感觉吧。这是一个互动的，好像没有互动。那你有提过这个疑问吗？没有吧？我有提过吗？一开始是我会因为我慢回讯息，给我自己压力。哦，对，是你自己提的。对，然后我就问佩佩说，就是我晚回你有没有觉得怎样？然后他就说，就是晚回讯息这个还好，他是觉得他看不到我的情绪。就他会觉得我回的都没有特别的情绪或怎样，他不知道我的心情是这样，然后这个让他比较难捉摸吗？类似这样吗？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干嘛，我不知道你是怎样，就是这个人在我的世界不存在，好模糊哦。对，所以可能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是我展现多少这样。是吗？你那时候给我是这样的感觉吗？那萌萌也是因为比较懒得回讯息，所以喜欢同居吗？对啊，所以你怎么知道？所以我看到网友有在讲，想说是不是你有在什么？所以你又因为回讯息这件事情，然后给你自己压力哦。就是我会有一个压力，就是我好像要回我频率高一点，可是我又没办法，因为我频率高一点，就等于我会把我自己的生活需要对我来说是一种小牺牲。对啊，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确实有隐隐约约的觉得你会不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个压力，但至少就是他会这样想，会这样想的来人想法的那个来人初衷是因为他考虑到你的感受了，是吧？对，但我那时候都很怕他会觉得我可能不喜欢他之类的，就像我刚刚那个不能拒绝那个，当下没办法马上拒绝这些啊！你顾虑我的感受，到后来你给自己造成压力，这些压力都是那种内耗其实还蛮常见的吧？啊，你应该觉得好贴心、好体贴、好热这个恋爱脑，我不知道我听到，我觉得很体贴啊。我当然希望对方最自在啊，结果他因为他自己多想的我，然后让他自己不自在，那我反而会觉得很不好啊。应该说，其实就我想象中的不是正常人，一般人都会因为我比较冷漠或是比较少回讯息这些，他们会去想说他是不够喜欢我这种。但是因为你不会这样想，所以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压力？可是因为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所以我只是去以一个普罗大众的思考，或是我看别人在讨论感情的时候的思考，去想这件事情。那如果换个角度，你被这样子比较少回讯息，你会在意吗？我应该要看多少？如果比我还少吗？比我还少是真的很少还敢讲，已经是低标了，是不是？我应该是6个小时，5-6个小时，大概5点的时候，5点跟10点或11点。哇，我是有设闹钟，就是他去上班，跟他下班回家。那讲电话是什么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对我下班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因为走20分钟这样，然后就会打给他。那我想问个比较有敏感的问题，就是那你在之前遇到你感兴趣的对象，也都是这样的回讯息跟传讯息的频率吗？我之前遇到我感兴趣的对象，我们不会传讯息，就是我们没有聊天，就是一般生活中会遇到的人。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还是跟对方用朋友的方式在相处，所以我刻意去聊又有点太明显，因为他也知道我喜欢女生。那讲完电话之后，是谁会先传讯息？因为我常常也会蛮好奇这个，就是要等一个人再开话题。
那会是谁？我只会传一个贴图吧，晚安这样，或者是随便传一个这样会传，对啊，就传一个晚安贴图，然后回一个晚安贴图这样。通常是佩佩先。对，就只是觉得挂完电话不讲话很奇怪，就随便传个贴图。然后隔天早上那个4点再传一次。对啊，因为我就是比较少回，所以通常是佩佩先传。那你会稍微过程中觉得会不会是自己在热脸贴冷屁股吗？我想一下，我有点忘记了耶，热脸贴冷屁股。不会耶，我那个时候感觉是我知道萌萌他喜欢我，但是我知道他行为上跟表现上我感受会有落差，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在适应，说他的互动方式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不会觉得说他不喜欢我。那说到行为有落差，在下节目之后，你们有感受到对方跟在节目上的时候有什么落差吗？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落差蛮大的，可是现在有点忘记了，因为很久以前。你就说我比较安静啊。哦，对，就是因为在节目上有相机在拍，然后随时都是很多人一起，所以那时候会比较活泼的感觉。然后下节目以后，我们独处的时候就是比较安静，因为人比较多啊，所以比较嗨啊。而且因为你看到镜头，你有一个营业模式，就你很明显的开关。可是我那个时候不觉得我们有在拍镜头啊，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哎。因为是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要录 vlog，我当然会要开心一点。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青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晚上好像买那个便利商店食物。哎，那段有放吗？是不是没放？没有，在我相机。好，然后就我们在拆食物的过程中，不可能吧？睡死哎，很熟哎，他对我们这趴完全他完全没兴趣，唯一没兴趣。因为你们昨天6点睡啊。换到营业模式。对，就那时候我们因为到日本那一整天的相处都是比较像我们平常，就是比较安静一点，然后就很明显感觉得到我们要开始拍我们吃播的时候，就是突然变得很活泼的，就可能你也是无意识的切换，就只是有这个感觉。对啊，那现在直播的时候会吗？有音乐模式？直播会吧？我们台大直播那时候，因为前面也很安静，也是偏安静，然后就太无聊，然后就说那我们来直播，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前面完全没有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那么嗨。对啊，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互动好像需要一个第三个东西。哦，酷哎，对，才会变得超酷的，所以直播是为了约会好。没有，那只是后面无聊。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比如说一群人在一起，我跟他相处，我会比较自然。或者今天有一个镜头在那，我可以跟这个镜头讲话，我比较自然。但如果两个我们单独相处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少话。那你以往有遇过这样子的对象吗？以前也不会被拍吧。你这样讲的好像我很多对象，不是，所以有没有这个经验遇过说单独相处竟然比跟大家相处的时候不自在？没有吧？可是因为那都是朋友啊，朋友如果不自在的话，就比较少互动啊，很正常。因为你喜欢他，所以你还是会想跟他相处，但是相处上你又感觉到这两个好像不是那么靠近。那现实相处的这几个月，你们有没有觉得需要磨合的地方？磨合不了，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就是在远距离啊，没有那么多要磨合。长时间相处，然后需要调整一个互动的节奏，但我们两个就没有到长时间相处啊。磨合比较像是磨合一种生活习惯，对啊之类的。我想到也是你的讲话方式，但我是调试，就是我没有想要你改，但是我在调试，可能就是他对于他不认同的事情会直接讲出来吧。然后我就要调试说他讲这件事情是中性的，而不是对我有偏见。要去调试这件事。那有没有真的觉得需要磨合的习惯？比如说一直放屁之类的。没有吧？对，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旅行真的没有任何计划，所以我们没有吵就架，也没有特别觉得对方不爽。我觉得是因为我是一个蛮好配合的伙伴。对，很随和。对啊，我很随和。还有你讲那个我们买票那个啊，什么？你说我们在那边，我们要去买一个5日票的一个口。就一直找不到，然后那个我们在哪一站啊？东京
忘记了。东京车站上野上野站，然后它就是很乱，就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到底已经出闸门了，还是我们还在里面这样。然后就是我们问那个旁边的那个站务人员，然后他就比说外面，我想说我们已经在外面了，还要去哪里外面这样？他那闸门超级多道。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绕了应该有半小时。1个小时之类的，反正就是而且扛着2大行李，可是我们完全没有不好的心情，就是好像我们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或是难以解决的事情，就算很累，我们也不会，我们就不开心。对啊，当下就觉得蛮好笑的，这都没搭上就没搭上，现在是哪里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因为可能我也没有很认真看待，就是我们一定要现在要去哪里哦，现在要去哪里哦这样，因为也没有排任何行程。对了，你也没到很 J。那如果是独旅的话，这样一个人绕不会不开心吗？会不会就会比较负面情绪？但我也还好，因为我独旅的时候我就是放空，就没有，而且可能时间还更自由吧，就一切都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在吃上面也很随和你说要吃什么我都说好。因为你也不太挑。对啊，你说吃便利商店吃街角好啊。对啊，那如果要排队的你也 OK？如果他要排我就说好啊。我只有那个亲生最后2天没去到美术馆，我很悲伤。可是我就是自己悲伤，我也没有要怪什么，因为就这样，他就公休。就我唯一有生气的事情就是刚那个不能签，其他的都就是算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太算是就没有谁的问题，不太会讲出来。没有什么讲什么事情讲到有点火药味这样。那你们2个有聊过要不要在一起吗？我们不是直接问吧，是我就突然问到说的想法，在一起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像是先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啊，因为我也没有很笃定说在一起什么的，只是想知道他目前，而且只是刚好聊到，我也不是说那天有目的性的要问这件事情。大概是下节目后多久啊？12月吧。去日本前12月底，12月底吗？差不多。去日本前1、2个礼拜。1月8号。对，我那时候你真的有想去？对啊，但我是认真想去哦。那他从没救我，其实真的假的？我淹我很久啊。你是认真的还是你在做效果？对啊，做效果。好烦了。天讲聊到12月底。那时候是12月底怎么聊的啊？内容是怎么样？就为什么会开始讲？你在犹豫说到底怎么样的人才应该要在一起？对，但你那时候的答案是说朋友的，还是那种要很激动？你那时候给我的，对，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这个，因为你们相处上都已经磨合到一个觉得还 OK 的程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犹豫吗？我觉得你蛮特别的，你每个时间点犹豫的东西不一样。对啊，就是我的想法一直在变动很快，就是对于我们的关系，我的想法变动很快。就一开始我犹豫的点是，我觉得太轻松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像我说的，我完全不觉得我们有不熟还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应该要就是觉得有必要在一起吗？对啊，就是觉得那如果跟朋友有什么差别？对，那个都就是你们都已经干嘛？朋友不能试车哦。你们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就是一个承诺跟一段关系对你们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毕竟你们可能都已经相处的很密切，然后用很情侣的方式在互动了。对，那时候我的想法差不多就是在想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因为就是有点太轻松了吗？对我来说，就是在我对恋爱的期待和想象里，我会觉得那我们跟朋友有什么差别？这样，但如果今天是一个可能曾经很热烈追求，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在一起的对象，不会到相处起来或在一起时间比较久，也会到这个模式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会怀疑这段关系吗？不会，因为那个已经到很久以后，我就可以认知到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从暧昧一开始，我就不紧张，稳稳的，对，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说，就是交往的意义是什么之类的。你是想被钓一下，钓一阵子吗？没有，不是，因为我那时候是
觉得，我也直接跟他讲，就是应该说你也很重视自己的感受啦，就是你也会在意感觉这件事情。因为对于那种我会很容易紧张，然后会在他面前我会很拘束，对，有点难做自己的那种喜欢，虽然不一定是完全舒服的，可是比起真的超级舒服的关系，因为我跟我前任就是超级舒服的关系，然后就那个，因为我只有这个经验可以去推，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样的关系，如果他最后我们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是建立在我们相处很快乐这件事情上，那如果我们相处哪天出现一点不快乐，我可能会想要放掉之类的，就是我可能会因为不快乐而去思考而去质疑我喜欢他这件事情，可是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吧？就我喜欢他就喜欢他，不管我今天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想的是这个，因为我跟我前任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很快乐的相处，然后我们的情绪开始变成负面大于正面的时候，我就想分手。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怕重蹈覆辙。哦，那对佩佩来说呢？你怎么看这份价值观？我那时候会觉得这是他要去处理的问题课题，因为我没办法帮他什么啊，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只能觉得说，只能听到这件事情，就是只能我知道了这样。但是对女人你而言，就是已经相处到这个自在的模式，是让你觉得升格为情侣的关系，或者是我觉有一个承诺得我的想法都比较是体验我觉得我现在是想跟你在一起，想要跟你继续相处的那个感觉，大过于我可能觉得不自在或不舒服。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然后我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后面再说。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那你听到萌萌的这个想法后，你有试着说服他吗？好像有我是不是有？我觉得你那时候就问我很多问题，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想法落差这么大。就是因为我们在之前都没有讲过任何对这个关系的犹豫，对，就一切都是往正向的路去走。然后我的这些想法都是我自己的思考，然后就是我也觉得没必要提，就在我还没有一个答案之前，我好像没有必要提出来，因为就是多一个人陪我焦虑或是难过，好像就是没有必要。所以我那时候是自己在想，但是是因为刚好聊到关于交往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让佩佩知道一下我现在的想法。但是我那时候其实讲完以后就有点后悔，就觉得我好像讲出来也无济于事。那佩佩，你那时候听完，我觉得还好你有讲，我那时候打算心脏被告白，但还好你有讲，不然到时候很尴尬。那时候只隔1-2周。那你们后来相处有哪一刻感到心动吗？在下节目后，感到心动，可是你们不就是互相喜欢吗？不一样。所以对你来说是无时无刻的心动，就是没有说哪个时候。我觉得可能知道互相喜欢，就会比较没有那个小鹿乱撞的心动感。如果已经知道这样的，应该说，当然跟节目上特别不跟我。那节目上我说光是穿他的外套就会很心动，那你说现在节目穿他外套还会心动吗？就不一定啊。那我问一个别的好了，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本来去日本的时候有打算跟那个萌萌告白嘛？你当时有计划，你想要怎么跟萌萌告白吗？我那个时候还有跟伊凡讲，哇，求婚哦。没有求婚啊，我只是觉得，就是那时候当下觉得可以做这件事情，想多一个人讲。因为我本来有要录亲热 vlog，然后我想说，如果我有告白成功，那就会买亲热 vlog。那个，没事。我想要那个富士山求婚，我没有想到不是啊，我想要别人。没事。你不是求婚，就只是想说有东西可以进，但我又想说，你那么怕肉麻的人，我如果架摄影机要跟你讲话，你一定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想到看。我刚刚问那个心动的一刻，是因为刚刚前面萌萌有讲到，就觉得太自在，所以我蛮好奇。那萌萌，你有哪一刻觉得有激动吗？就是对我来说，这个关系就是真的没有很明显的觉得好心动，很紧张，就一直都是开心的。那在节目上的时候，
可是开心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吗？你跟这个人待在一起就开心，是很只是因为问题是心动啊。哦。我只是在回答针对心动的。我有记耶，哇，心动日记，我有特别把我可能心动的东西写下来耶。I like。我写了20项哎，从节目上到下节目。可以念念看吗？方便吗？简念就好，这个不要念太多，害羞等一下不要念不然你们1到20抽一个数字，我啊，不要，10个好不好？不要啦，抽。好，8。哦，这是节目上的4个人躺在床上，我靠着他肩膀睡觉。那再来一个，我从节目上看记的。不对，应该问20，就是最近的。然后会不会前面？没有啊，蛮喜欢跟他打打闹呛他，就是我们去青森最后一天的时候。其实没有，那 OK 啦，可以。萌萌呢？你说心动吗？你是会被小举动就是我用心动的人，我有点分不清楚。我会特别记在节目上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在旁边看，所以我觉得尴尬，还是那是一个心尴尬动？反正整体就是觉得情侣。这样。那你明显的感受到在节目上比较有心动感，下节目后是甚自在感。就是节目上的情绪起伏比较大。哦，了解。对，可是那我就是分不清楚那个感觉。可是为什么要分那么清楚？对啊，因为现在在问心动啊。好啦，怎样啦？但我要补充，就是我觉得佩佩那时候会跟我讲那么多，是因为我们是下节目后，我们才发现我跟你的价值观超级像。就是刚好讲到那个对事情的时候，你来跟我讲。那你们两个有想象过，如果真的在一起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吗？其实我一直没有敢去想这么远，就是怕想了以后，最后又没怎样，好像有点白想的感觉。哦，就那时候我在找台北房子的时候，佩佩就说她可以帮我出一点钱，这样，因为她觉得她可能会很常来找我住。然后当下我的反应是，为什么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不敢去想那么多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当下还有很多我自己的思考需要解决，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就我那时候想象比较多，就是还是回归到为什么我在节目上对他那么有感觉，就是看到他的那些特质，觉得他跟我的某些东西很像。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在生活中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但我也具体来说也不知道是做什么事情，但就是感觉可以一起做很多可能生活中没有尝试的事情，比较多在这个点，而不是生活。可能是说你们两个之间产生的共鸣，让你们都还蛮有感觉的。可是那些差异也觉得是有点却步的吗？差异是生活吧，但是跟这个人相处，可能一起做的事情不违和这样。不违和啊。了解。对，所以我没有想象，生活中我就倒是没有想象的多。那我是想比较多生活的部分，就是比较常在想，如果因为对我来说，另一半就是要完全坦诚，然后所有事情就是我要瞎挺，所以就是你偏生活想象，然后我偏生活体验，也不是什么，感觉是2个人的体验。对，然后对，所以我们2个对未来的想象也很不一样啊，可以这样说。应该不是不一样嘛，就是想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想的，我们也说实话也没有想到，因为我对未来想象不一样，听起来像要结婚还是不结婚，没有，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如果要继续相处的话，我想象中的未来一起相处的样子很不一样。有可能。那这样这一题听起来，对未来生活想象是萌萌比较有疑虑吗？我觉得可能是，可是我也不敢这样想，就是觉得这样想很像是我在挑剔佩佩这样，会觉得。那就是像你们的关系还蛮被说商业化，不是啊，就是蛮受到很多的关注。那你会觉得观众的就是反应啊，或者是就是有第三方可能在关注你们之间的关系，对你们2个会有产生什么影响吗？无论是发展也好，或者是各方面，他们的期待，或者是看待对方的方式好了。哇，这个可以讲很多我觉得。我觉得有些分析很厉害，有些在胡说八道。我不太喜欢那些分析，我自己来说。我没有不喜欢，因为我也是 CP 粉，所以我也是会胡说八道的类型。
我看别人呢，我看一些就是完全两个大。我不是胡说八道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分析都在分析我啦，就在分析说佩瑜。我看到的是分析时间线就是时间线几月几号我们干嘛，几月几号。我不是说那种分析，我是说在分析我的个性跟你的适合度的这种。那我就会觉得你又不了解我，或者你也不知道我们相处怎么样。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会是一个杂音。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多了一个声音在我旁边，我就会开始去想他的那个问题。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影响我啊。对啊，所以我不喜欢。也会让自己不小心陷入过度检讨。对，因为我就不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那今天多了一个这个声音，对我来说就是杂音。就不喜欢别人分析。那你会担心梦梦被影响到吗？担心哦，我不知道，我每次问他都说不要。说什么？我每次问你，你都说不会啊，不会啊。你有问过我吗？你没有问过我，是吗？问什么？你说问我？没有，我问你跟节目上任何有关的影响，你都说不会哦。听像什么？我问你留言啊，我问你什么因为我们在意的留言的那个不一样。对啊。那你们看到对方的正面评价跟负面评价的时候，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先讲你看到佩佩的正面评价的时候。正面评价吧，第一集超多。第一集有那种吃醋吗？不是，我们有聊过这个。我是那个，如果他称赞别人会吃醋，但别人称赞他我不会。但是他是相反。对啊，我相反啊。而且他那阵子，因为那阵子又是我被骂比较惨，然后他又被骂，他又称赞比较多，被捧很高。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今天他被称赞的点。感觉好像我不是那样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他被称赞，反正我觉得我在被打击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受到负评，他被称赞这件事情，我感觉又是一种我的另外一种负评，有点踩一个捧一个。对啊，我那个时候对于这件事情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这样会对他有一点点竞争感吗？好酷的问题哦。竞争感，我不会跟他竞争什么啊，但我会觉得我对我这个想法，我会觉得不太喜欢。我怎么会因为看到萌萌被称赞，然后反而觉得自己心里不好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尽量，还是看到，当然还是觉得很好啊。但是这方面的情绪就我自己要消化，就不要看就好了。那也有很多喜欢你们的粉丝观众，那他们对你们交往的期待会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会觉得要实现他们的想象，还是比较专注在自己的。对我来说，因为那些留言是比较在后期出现，然后这个要讲吗？这样说，因为我们一月底的时候就比较先决定要当回朋友，所以如果那个是在我还在纠结说我到底要不要推进这段关系的时候出现，这对我来说绝对会是一个压力。但是这个在比较后期出现。就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以朋友状态在相处了，所以对我来说就还好，就蛮好笑的，就是觉得有趣，然后就有点看到我自己当 CP 粉的时候的样子，但是就是可以感同身受他们的情绪，但是就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就知道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不一样了这样。那你现在想象观众们看到这一段下面留言长怎样？应该不会太抱歉，应该不会太差吧？不是啊，他们干嘛自己？就我也不可能为了他们，然后对啊，是去应该说他们站的角度吧。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没在一起，然后就形同陌路的话，当然觉得可惜啊。如果像那个《楚门的世界》这样子挂着摄影机录我们的24小时，我觉得他们应该可以理解。就是现实生活就是有不一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大家看到的就是节目上的东西，而且那只是9天。对啊，因为对我来说，我比较喜欢、比较向往的关系是超级自然的那种，我可以不用去想这么多。然后我也觉得一段关系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我什么都不用想，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自然发生的。然后，但是在我们身上就都不是这样。然后我不会知道这是一个因为节目造成的结果，还是因为我们相处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就是我没有办法回到那时候嘛，所以我就只能先自己觉得很多疙瘩，然后自己觉得压力很大这样，然后在慢慢消化过程中，刚好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聊开，因为我自己一直想也很累吧，因为已经很累一长段时间了。
我想去厕所，好，谢谢。好啊，有点太久了。对啊，好久哦。还好我也没有。哎呀，拜拜，哈哈，拜拜。来啊，好好笑。上吧。好，你有东西要问哦。那这样子讲说变回朋友，突然从暧昧关系会牵手住在一起，变回朋友，但又蛮常见面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会很奇怪吗？我那时候感觉是，可能之前萌萌的出现会觉得，他在这一群当中会有一个 spotlight 在他身上，就是他这个人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但是自从变成朋友之后，就会觉得他会变这样，就好像他跟这群朋友里面的人好像是差不多的。对我来说，因为我那时候蛮忙的吧，那阵子蛮忙的，然后一直忙到过年完，就是没有特别，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顺其自然的接受了这个结果，然后后来就很自然，就后来录 reaction 什么的，就觉得好像还好。没有像佩佩刚刚说的一样，觉得看那个什么等级有变回普通的朋友感觉。那时候比较多是觉得，就是松一口气嘛，因为就是我之前自己纠结了那么久，现在先有一个定下来的结果，然后自己心里是先觉得蛮轻松的，然后所以还没有太去思考我们两个的相处这样，而且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常见面，对啊，就可能见到才会特别去想。那你们之前 reaction 就是很多粉丝都在下面留言说是在避嫌吗？哦，你会觉得是真的在避嫌，还是就是单纯而然的自己做了哪边？我觉得只有第一集在避嫌后面就是自然的随便做。可是我觉得就是两个坐一起就不自在啊。因为我们坐一起，我们也不能牵手，也对啊，不能干嘛所以我就反而觉得不自在，所以就觉得有镜头在拍的情况下，我其实不太敢跟萌萌接触。对，但如果私底下就是很好。某一集 reaction，在播佩佩萌萌你们30分钟的对话的时候，但聊了3个小时啊。总之，那个佩佩看到流眼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吗？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知道他的那个特质啊，就是那个地方打中我啊，所以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会回想起来我当初非常被打中的那个时候的那种感动吧。对啊，所以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是已经说好变回朋友的。哦，对，是啊，是啊。哦，好像是刚刚哎。好痛，好难过。因为一讲完2六录的。嗯，可能因为刚好又当好朋友，刚好那一段就是我最有感，就整个13集下来我最有感的30分钟。那萌萌知道佩佩流眼泪之后有什么心情吗？有点吓到吧，就是没有想到，因为他平常就是情绪没有很多的人，就是他平常情绪都是正向的，就是像在亲生的那个在雪地玩啊什么的，他的情绪显露比较多是正向的，然后看到就是有点吓到。所以你们平常的聊这些比较深入的对话的时候都没有流眼泪之类的，都没有讲到哭。哦，你有讲到哭。就算讲很比较严肃的事情，我觉得我讲话方式也是很平淡。我真的有情绪，比较是我私底下在自己笑啊什么的。所以台大那一段直播，你们已经说好没有要在一起了？没有。应该是说好以后的第一次单独约。哦，对，而且是你约我的。我那时候你约我还蛮惊讶的。所以现在完全就是没有把对方放在可以发展的区域里吗？就没有了。哦，那你们后来各自还有在其他的发展对象、暧昧对象或是晕船都没有啊？那对于一直希望你在一起的粉丝们，你们现在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不要骂我，不会骂吧？可是我怕有人会觉得说，我们要发情深，然后又直播，为什么要前面要卖这个 CP 吗？你们在炒这个流量吗？然后你们最后没怎样，想太负面了，就是会有人还有人阴谋论蓝狐蒙的那好，种。那我讲我的想法就是我当然还是很谢谢他们的喜欢嘛。然后我发那个亲生影片，就是那些记录的东西，就是一个我们两个这段关系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跟那个我会想要珍惜，就是这段回忆跟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它
发出来就是卖 CP 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发出来跟你们分享我的这段回忆啊，对吧？所以我就是觉得，谢谢你们的喜欢。就是有人会用 BE 来形容我们，但是我觉得 BE 比较像分手之后就对啊 ending，或是我们吵架了，那这还是 BE。就是对啊，我们也没有决裂，对啊，我们只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失败的关系。就只是一个过程啊，一个结果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是变回朋友的关系。可是这个结果是我们想要的。对，就我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就是我相信观众他们都是站在希望你们两个各自幸福，所以是如果这件事你们共同的决定，我相信他们还是会尊重。然后另一个是我觉得你们也都在就是这段可能暧昧也好、磨合也好过程中更了解彼此与自己，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在啊，不会因为它没有结果它就没意义了。我朋友看到那种就是说什么蒙佩没在一起，我就不相信爱情这种不要那么绝望，不要这样，他就会传给我，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压力很大，对，就是会觉得，对啊，本来一段关系就会有它前面一个很高峰的那种认定彼此啊，或者是情绪比较满的时候嘛，也会有往下的啊，它就是一段感情的过程，没有不可能，就是你说的情绪不可能长长久久的。你们会设想，如果未来的另一半在意你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或这一段关系，你们会怎么处理吗？看他怎么想吧，遇到再说。对啊，遇到再说，认真跟他讲。对啊。那你们觉得接下来对方在自己生命中算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对未来又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吗？是挚友呢，还是曾经的暧昧对象？你们会怎么定义？我不太想要定义他。其实我看到这题的时候，我也在想，但我就不太想要去定义他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缘分，他之后会怎么跑，我也不知道这样啊。他搞不好我之后我跟萌萌就没有交集了，我们没有再联络，也是有可能啊。但如果他有更多交集，我们可能继续聊天什么，那也很好啊。觉得他就是生命中的一个人。但这样讲，我在想这样讲又好像又很没有温度。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知道我跟他之间有一段我珍惜的回忆。对我来说，就是一开始还是会觉得是曾经的暧昧对象，毕竟一开始是有认真去思考过未来的可能性。不过现在就是当舒服的朋友，舒服最重要。对，那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吗？好好把人生过好。对啊，就是工作啊、新兴趣啊这种。拍影片啊，然后我之前喜欢拍影片，自从上了蓝狐獴之后，对镜头的那个适应程度增加很多。大家记得追踪。李佩佩是一只鱼，一发不可收拾。你什么时候要发？我们要催更我没有看。你有说？没有，那时候是后来我们帮他想一个频道名。对啊，萌，它会是一个废墟。过去，萌混去也太很适合你。蒙混过关。萌混过关，不要太完美主义。那会有 podcast 吗？对，你本来就有做 podcast，可是我剪得太痛苦了。就是因为那个音质实在太难调，我剪5分钟要花1个小时，就每次打开都很痛苦，所以我就觉得算了，等我哪天想剪的时候再剪。因为我这样子听完整个下来，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去理解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这个当时的共识，还有你们不在一起的动机，有没有强烈到会想要不在一起？因为观众的视角是他们看节目嘛，他们在节目上看到你们讲当时对方的出现有多难得，你们当时有多心动，但你们不在一起，刚刚的叙述我觉得是很平淡的，好像有点像是说因为节目的播出啊，然后各种压力，然后让你们觉得好像这个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会想说，那你们觉得观众要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他们要怎么去想象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难想象的，还是说你们可以再多补充一些什么？我觉得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不同啊，可以这样说。怎么样一个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思考的是完全不同层面，所以也不知道同不同。那你们各自讲一下你们对未来的想象具体是什么呢？应该说那时候我们上礼拜有聊到，就是他可以接受这个关系，就是没有看不到一个结果或者怎样，他就是享受当下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我会去想说，
就是我可不可以看到那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好的吗？就是我是开心的吗？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我看不到那个结果，或是那个结果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想象、好的场景的话，我就会想要直接结束这个关系。因为对我来说，我对感情的想象就是什么都是很自然发生，然后我也不用想这么多，然后所有的喜欢都是可以很自然的说出口的那种。可其实我们两个那时候在暧昧的时候，也很少会一直说我好喜欢你什么之类的这种。就对我来说，这个比较，我这不知道是因为个性问题，还是我们在节目上什么的，一切都变得很庞大，所有的情感都一定要解释得很清楚什么之类的。对啊，就有时候讲出我喜欢你，不一定是一定要多慎重嘛，它就只是一个随口的一句话。然后，但是在我们身上不是这样，可是我期望的是这样。这真的很难讲，真的是很多综合的，就是一个感觉。对啊，那因为很多上我们节目的人都会觉得节目上有滤镜，因为下节目之后，真实生活的相处是另外一回事。你们下节目之后有没有询问过自己说，我是真的喜欢对方吗？我对对方的感觉真的在节目上是一样的吗？我倒是我没有想过什么。我想过，就是当时为什么我会那么认定他是我理想对象，我用理想对象这4个字来看萌萌。但是我后来去想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理想对象是在当时萌萌这个人是我最想要去靠近、最想要去多好奇的人，而不是我那时候就认定说我要走一辈子。对，所以我那时候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才下节目之后再继续相处。对啊，就我觉得大家好像，因为我那个时候看你好像对我说理想对象这个4个字，你很有压力，感觉吗？哦，你说最后一集的？对啊，好像是我。对啊，应该是你那时候讲了蛮多次的吧？对啊，但是跟别人讲或是跟我讲，因为你可能跟我讲了，别人不知道，所以你要再跟别人讲一次，所以我就听了很多次。哦，对啊，然后我就有在想，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笃定？但是我就是说，那个笃定那是我当时最想靠近的人，所以我这样讲。一休会觉得很失落吗？我跟观众们都很像嘛，就是因为尤其又是我跟小纪是把他们找来参加节目的人，所以看到2个有机会在一起，会觉得很难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观众也要知道说，在一起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尤其你要在9个人当中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对象，这件事情来说是很难的。然后萌萌跟佩佩他们是真的在私下有好好相处过之后，然后才有这样的共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他们的 CP 粉的话，也真的不要太失望，然后可以去同理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他们曾经喜欢对方也都是真诚的。对啊，那段回忆很快乐，我觉得那个 vlog 吧，应该就是最好的记录，因为我觉得我们平常相处可能也没那么多互动吧，那个 vlog 真的就是我觉得最高光的时候了。就是我记得那个在讲到什么100到0的那一集，就是那个扣分制那一集，就那时候我好像 reaction 的时候有说，就是我后来有发现我自己是有那个珍惜的过程，然后确实虽然这个结果可能不是观众想要看到的我们在交往的状态，但是确实因为佩佩，所以让我感受到我自己会想要珍惜一个关系到什么程度，然后我可以为那个付出什么样的努力，然后这个是我以前没有看过我自己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回去再看一次，再自己慢慢想。重新认识自己另一面。对，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才有了这样的我的这一个过程。这是很珍贵的。对，好，最后，好，快问快答，默契大考验。待会我会出个题，然后我会倒数3秒，你们就要指对方或自己这样子，因为这个问题跟你们2个有关系。谁比较是在关系中比较包容对方的那一个？好，然后不要数3而已哦。为什么？不要3而已。因为我很随和吧，随和就是一种包容吧，是吗？那你包容他什么？你有印象吗？就是顺着他。像很难搞吗？举例，就是什么事情你会有这种我需要顺着他的感觉？
不知道吃饭去哪里，想干嘛，我就觉得都先问你啊。我觉得就是跟同期那很像啊，对方在就好了。谁的生活习惯比较差？3、2、1。但是我觉得没有到差，就是她是直感女啊。哦，对啊，对啊。你刚刚是说你内裤乱放？直感。那如果去过萌萌跟佩佩的家的话，房间，对我房间是没东西，对，然后他房间是布置，对，但是这样就是能生活生存习惯生活生存。哦，对，没有我喜欢我的世界很干净啊，就不要有东西，那感觉生活习惯也不错，也还好。谁的脾气比较差？3、2、1。你们都那我是生闷气耶，应该说你感受不到，那你生过某种什么气？闷气？我觉得蛮多的，有点记不出来，不要看。太多了。可是你有很常生气吗？你有很常生我气吗？我的脾气差是那种我会骂人啊，可是你没有骂过我。看手机那种，然后看到一些怪留言，我就说哦，你说这种脾气哦，不一定是对对方。哦，我一开始想到是我很容易爆，讲话比较冲的感觉，就你干嘛这样？半斤八两。你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我不会在那个人面前，当事人面前对，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比较爱生气，不同面向面对留言，谁比较在意留言？3、2、1。我也觉得是这个。因为我收到的负评比较多，对啊，这样不公平。对啊，你要现在要差不多负评的来讲吧。对。可是你不是后来就比较少在看评论吗？就是说，对啊，这是调试的过程啊。是因为太在意，所以才逼自己不看。应该都会在意吧？会在意当然就不要看啊，怎么可能不在意？我觉得我在意的留言比较是冤枉我的那种，就是因为像我跟同期那一集下面也还是有就不认同我的留言，可是他不认同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也认同他讲的话的那种，那我就不会在意，就我自己也知道我有那些问题。对，如果他讲一个完全不是我的东西，我就会有点抱不平。谁比较社会化？3、2、1。还没社会化啦，超讨厌这3个字。我超讨厌这3个字。我觉得我们也有快吵架是讲到社会化这3个字吧？真的？什么时候？我记得在那个青森火车站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什么时候？我不记得。应该是讲到这段的时候，我有点微生气，我不想再讲这个了。为什么？是因为那时候在播出什么东西吗？没有在讨论社会化这个东西。我们讨论了什么？完全不记得。因为就是很简短，因为我感觉我快生气了，所以我不想再讲。那时候是为什么开始？我忘记了。我们讨论社会化这个词哦，还是怎样？我问你说怎样是社会化，然后我又跟你讲到说，我有个朋友，对，这种我也不太想讲，但是就是，反正就是我不喜欢这3个字。最后一题，你们觉得谁在这段关系中付出的比较多？好，3、2、1。我觉得是佩佩，因为就像刚刚讲那个讯息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他先主动。以这种实质行动上来讲，我觉得是他做比较多。但是我现在听完会觉得是因为你内耗很多。但我觉得我那些也不算是什么内耗，就是那不一定是负面的，只是我会考虑的事情比较多而已。而且都是佩佩去台中找你。对啊。但我就觉得那个合情合理，因为我的时间比较被绑死。而且刚好偶尔会来台北录影。对啊。对，我就会见到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当下会有一点觉得，怎么都是我在主动，每一件事情。但我现在回想，我会觉得，还好我有主动，就是要不然如果我不主动，他也不主动，那就没有回忆了。对，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还好我有主动。搞不好你不主动，萌萌不会主动哦。就是看状态，看我当下的状态。那你现在听到萌萌说他喜欢很黏的，你有没有想说当初应该要更就不够，当初做不够？没有，没有吧？不会吧？那
今天谢谢佩佩、萌萌跟伊娃，睡着了吧？对，给我们的访问，谢谢，希望大家喜欢，拜拜，拜拜，还是要记得来互动第2季哦，拜拜。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因为你们在节目上其实 kiss 蛮多次的，那下节目后第一次 kiss 是什么时候？对方有其他的暧昧对象，你们有什么样的心情？Q&A 时间。2个人在相处上有对对方做过最后悔的事情吗？可能就是跟你说，我干嘛喜欢一个没那么喜欢我的人？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 작은 한 뼘짜리 공간 속 꿈을